太古时代，众神居于人间洪崖境，火神祝融取瑶山之木制琴，共成3把，名黄来、鸾来、凤来。祝融对3琴爱惜不已，尤以凤来为甚，时时弹奏。凤来化灵，具人之形态，能说人语。祝融心悦，托请帝皇女娲用牵引命魂之术，使此灵成为完整生命，名为太子长琴，以父子情谊相待。太子长琴温和沉静，平日除去清修，便喜爱去瑶山旷野奏乐怡情。于此结识好友千余，一只瑶山水湄边的水鬼。千余虽弱小，却坚信自己与别不同，终有一日将修炼成通天彻地之应龙。他与太子长琴相约，若成应龙，定要太子长琴坐于龙角旁，带其上天入地，乘奔御风，往来山川之间。之后过去数百年，天皇伏羲不满人间种种，率众离开人界，登天而去。太子长琴眷恋瑶山风物，却也只得依依不舍，与千余别过。登天后，伏羲将其追随者度为仙神，太子长琴亦然。众神仙忙于建造天宫，300日后诸事底定，太子长琴往下界瑶山，方才忆起天上1日，地下1年。人间300年匆匆而逝，瑶山已无千余踪迹，无缘相见。如此时光飞逝，数千年后，一条黑龙于人界南方的戏水之举引来民怨。黑龙打伤伏羲派遣惩戒他的仙将，逃入不周山中。火神祝融、水神共工与太子长琴前往不周山捉拿黑龙，未曾料到此孽龙竟是昔日水毁千余。更有意外之事，却是3神仙此行阴差阳错，引发不周山天柱倾塌，天地几近覆灭之灾。众神旷日持久，奔走辛劳，灾劫终平。千余被女神赤水女子线收为坐骑，再无自由。共工祝融往渤海之东深渊归墟，思过千年。太子长琴被贬为凡人，永去仙籍。落凡后寡亲缘情缘，轮回往生，皆为孤独之命。从此天界得一女神的黑龙坐骑，少去一位善弹琴曲的仙人。太子长琴原身凤来既毁，3魂7魄于投胎途中在瑶山眷恋不去，被人界龙渊部族之工匠角离所得。角离以禁法取其命魂4魄，铸焚祭之剑。魂魄分离之苦难以细说，所余2魂3魄不甘散去，无所归处。逢角离之妻临盆，2魂3魄附于角离之子命魂，不日出生。皎月自小时常呆望焚寂，似心有所感。后龙渊部族所铸7柄凶剑遭女娲封印，皎月因失去焚祭之剑，投入铸剑炉中自焚而亡。时如逝水，永不回头。龙渊崛起与消亡，太古凶剑
甚至天柱倾塌的灾劫。万事万物仅是天地循环之一二，太子长琴的命运已然淹没于历史洪流之中。小常，你快点儿！快跟上来！云溪哥哥，等等我！云溪哥哥，我们要去哪里嘛？不是说过带你去看一件宝贝吗？那宝贝很稀罕的，你去了就知道。可是我们偷偷跑出来，要是爷爷知道了，他会用竹板打小蝉屁股。怕什么？你不说我不说，邱爷爷才不会知道。再说了，那些爷爷奶奶、叔叔伯伯、阿姨婶婶，通通都在忙年底祭祀的事，哪有人会找我们？你不信？我溜出来玩好些次了，还不是没事。也不晓得村子里干嘛要定这种破规矩。云溪哥哥，不可以这么说的。修宁大人说过，不让随便出村子，是为大家好。知道了，知道了，这话听得我耳朵都生茧子了。这样吧，万一邱爷爷发脾气，大不了我去替你挨板子。真的？那样很疼的，小蝉也不要云溪哥哥疼。不要云溪哥哥疼，不要云溪哥哥疼，真高兴。放心吧，我皮厚，竹板打了也不痛。不过爷爷他才不敢打你，你娘是修宁大人，爷爷说过，修宁大人是大巫祝，是村子里最厉害、最值得尊敬的人。爷爷今天早上还告诉小蝉，修宁大人一大早就把云溪哥哥喊起来，好像有很重要的事情。烦，干嘛提他呀？我娘是我娘，我是我，我有名字的，不叫修宁大人的儿子。再说，和你没关的事情不要问东问西的，小心变得和我娘一样啰嗦。云溪哥哥，哼，你到底要不要去看宝贝？我告诉你哦，那个宝贝在村子里是绝对见不到的。你不去，以后后悔了可别来找我。小蝉要去看。云溪哥哥，那宝贝是不是漂亮的小花呀？
是什么看了不就知道，比小花可宝贝多了。走吧，一直沿着这条路走，很快就到了。小蝉，你走得可真慢，要是不小心落单遇上熊，看你还会不会慢吞吞的。熊就是爷爷说过的很大只的那个，它长什么样？熊不但很大只，而且啊，哦，一下张开大嘴就能把你吞了。哎呦，谁打我？你死猴子，我认识你，不就是上回被我抢走个果子吗？你这只小气的花白屁股！可恶！就不信打不中你！银禧哥哥，他来打我们了！不怕，你先到一边去，看我赶跑他。银禧哥哥要小心。他昏过去了。花斑屁股，胆小鬼！花斑屁股，胆小鬼！呵呵呵呵。哇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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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！树林里有猴子打人，还有熊要吃人，也没有漂亮花花。小蝉想回家。你别哭啊，猴子已经被你吓跑了。我不是给过你一个香囊吗？你带着的吧？
只要带在身上，猴子什么的要是和你贴得近了，闻到气味就会跑开，那气味人是闻不到的。真的？骗你干嘛？宝贝香囊我只有一个，是大哥哥他帮我做的。大哥哥？总之是别人送我的，要不是这次和你一起出来玩，我才舍不得送人呢。还有熊什么的，是逗你玩，哪有这么容易遇到熊？我在这林子里晃过好几次，连熊的一根毛都没瞧见。没有熊，就是说不会吃掉小蝉。当然不会，就算遇上熊，我也能把它打趴下。用我自创的绝招一击杀熊，比我娘教的那些法术啊什么的厉害了不止一点点呢。一击杀熊，是一下下就打倒熊的意思吗？是啊，威风吧？小陈相信云溪哥哥，云溪哥哥一定很厉害。问那么多干嘛？我又没试过。真要遇上熊，当然是快点逃跑。好了，我们继续沿着路走吧，你要跟紧我。咦，不在。奇怪啊，以前明明都在附近的。云溪哥哥，要不我们还是回去吧，好不好？都走这么远了。爷爷说过，千万不可以偷跑出村子。小蝉想，要是他知道了，说不定不只是打屁股。云溪哥哥，嘘，别出声，快过来看看。哇哦，那是什么？金色的一团，胖乎乎的。这叫狐狸，你没见过吧？村子里就算偶尔有人出来打猎，也从来没有打到过这种金色的狐狸。它好小，好可爱。我可没骗你，这就是我说的宝贝，独一无二的。小蝉想摸摸它。好，你等着，我去把它抓过来。云溪哥哥，你真好。
他跑了。真机灵，走，我们追上去。不，小蝉，你还是别去了，你跑得慢，你等我抓住小狐狸带回来。可是小蝉一个人害怕。怕什么？你身上不是带着香囊吗？那香囊除了能赶猴子，还能赶走其他一些动物呢。不行，再说下去，狐狸可要跑远了。我去追了。鱼西哥哥，你要快点回来哦，小蝉就在这儿等你。啊，呵呵，就是这个方向，还没跑太远呢。大哥哥给的寻风伞还真厉害，他说清幽之香随风而传，指的就是追着这气味，想找什么就都能找到吧。小狐狸一定想不到，我先前就撒了些药粉在手上，没摸着它，总也落了些在它身上。嘿，沿着这条路追下去，看你往哪儿跑！
熏风伞的气味特别浓。果然在这儿。笨蛋狐狸进了山洞，可没路逃了。好险啊！嘿嘿，没想到我第一次打熊就这么有天分，绝招一击杀熊好厉害！小蝉，你怎么了？哪里疼吗？可是熊又没打到你。熊好可怕，那么大的嘴，小蝉刚才吓得动都动不了了。怕什么？熊都被我打倒了。娘总是骂我不好好学法术，哼，法术有什么了不起？比一击杀熊强吗？别哭了，你看我抓到这只鸡毛小狐狸了。你快看嘛！小蝉，狐狸，对呀，你快看狐狸嘛！狐狸吓死了。呵呵，没死，就是被我晃晕了。你不是想摸它吗？快来摸吧！
的大坏蛋，说村子外面有好玩的，其实一点都不好玩。没有小花，只有大坏熊、臭猴子、死狐狸。小蝉，狐狸没死啊！不管，小蝉要回家，再也不跟你一起玩了。允许哥哥大坏蛋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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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说我是大坏蛋！哎呦，疼死了，疼死了！咬得真狠呐！你别跑！今天也太倒霉了吧！被小蝉说是大坏蛋，救过的狐狸一点都不感激我，还送了我一个伤口。咬得这么深，虎口肯定要留疤，被娘发现追问起来怎么办？不管了，冉伯伯不是说过，男子汉大丈夫身上都有很多伤疤的。咦，是大哥哥用来传信的那只鸟啊。写了什么？今日有事，不能前来。也就是说，今天大哥哥不会来这儿玩了。真没意思。娘一大清早就交代，3天内得把祭祀时祈福用的草渣放到女娲神像上去。哼，说是3天，可要是第1天不去，他肯定又板着脸训人。希儿，你怎可如此不知轻重啊！哼，还是回村子去吧。踩过的印子可不能留下。云溪大人，是什么？
云溪大人为什么会在这里呢？还有3天就是1年1度的祭祀了，我们都盼望着您放置草扎，为大伙带来平安呢。我那个，是冉伯伯让我过来把杂草除一除。除杂草？冉叔怎么会？这种事情让爱才做就好了，不用劳烦云溪大人。不用，杂草已经拔光了，我马上就去冰岩洞。你没什么事就快走吧。云溪大人，还有什么事啊？都说了，我马上会去。爱才绝对没有催促云溪大人的意思，只是心里实在又高兴又期盼，预祝大人能够顺利通过冰岩洞，登上女娲巨像。爱才先走了。哦，吓我一跳！要是这个秘密出口被发现了，娘还不知道怎么罚我呢。抄1000遍祭文，她也不会消气吧？好了，这下一点儿都看不出来了。呵呵。现在就去放草扎吧，从女娲神像的脚下就能进到洞里了。可是，我讨厌那个地方，冷冰冰的，又不热，干嘛要叫冰岩洞？